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呢，日前在推特上发文称，一艘国籍为挪威的神秘民用船只长时间在台湾周边海域逗留，似乎正在执行某种隐蔽性的任务。分析人士表示，此前美国利用民用船只以及民间公司的船只去执行军事任务有过很多先例。该船只据推测很可能是一艘间谍船，代替美军对大陆执行特殊任务。此外，美军将于5月中下旬部署2款顶级无人侦察机到日本空军基地，被指也是用于升级对华监视侦察行动。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发推文表示，这艘名为大峡谷2号的船只似乎和石油服务供应商螺旋能源相关，而且和美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推文称，其中最直接明了的联系是今年3月初，该船只曾从关岛抵达横须贺，帮助运送坠毁的海鹰 MH-60S 舰载直升机。2020年1月25号，这架直升机从蓝岭号指挥舰起飞后，坠入冲绳以东92海里处的深海。2021年3月17号，美军从水下19075英尺处的海底成功打捞起这架直升机。同时，这则推文配发的图片显示，近1个月时间，该船只一直在台湾附近活动，航迹可疑。从2020年底开始，该船先后在台中、日本长崎、高雄和日本的横须贺停留。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海军在长崎和横须贺都有军港。有分析指，从船只航迹来看，长时间在台湾周边海域逗留，以及和美军有过直接合作等特征，推测该船只很大可能是艘间谍船，被美军雇佣，代替美军执行特殊任务。实际上，美国利用民用船只执行军事任务有过很多先例。这艘神秘的船只在台湾周边的海域不断徘徊，有可能是辅助美国海军进行调查和情报搜集，可能是美国海军的一个外包公司为美军提供一些外围支援。分析指，由于这种大型货轮航速比较慢，不太可能执行准军事的任务，所以最大可能是扮演辅助性的角色。首先，它可以在敏感海域执行侦察、监听的任务，搜集周边的无线电信号，也可能会向海中投放探测设备进行水文数据的调查，甚至不排除船上安装有声纳系统，针对周边潜艇活动情况进行调查，或是声纹数据的搜集。此外，这艘神秘船只也可能是有军事属性的秘密基地。一些情报人员，包括突击队员，可以利用民用的船只进行运输，或在海上执行秘密行动。在国际的航道上啊，这个民船它往往就是航行的时候，特别是接近一些国家的这个领海的时候，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如果你是军船的话，比如说无论是这个水面的舰艇啊，比如大的这个航空母舰，小的还是护卫舰啊，那都会引起对方的注意，因为你是军船。那么民船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或者是说它在航行的时候呢，通常比如说运货运人是执行这样的事情，那它的航线呢基本上是走下来，不会来来回回的在一个区域里边兜圈子啊，这个是反常的，而只有侦察的船只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与在海上雇佣民船伪装成间谍船相类似。根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此前的消息，美军曾雇佣防务公司对华实施空中抵近侦察。比如2020年3月31号，美国特纳克斯航空航天公司将一架庞巴迪 CL-604 海上监视飞机部署至冲绳加手纳基地。2021年3月17号结束部署，返回美国本土。1年时间内，共对华实施了不少于250次的抵近侦察。